我们要找一本书，一本日治时期留下来的书，里面记载了儒艮曾经在台湾出没，或许也能找到儒艮消失的秘辛。我们现在要翻阅的这本书籍呢，非常的珍贵，已经有超过85年历史了，属于特藏书籍，一般必须要申请才能够借阅，也因此在翻阅之前，我们还要戴上手套，小心的保护它。书中记载的海兽会是儒艮吗？我们刚刚看到的呢，都是书中的记载，也曾经在台博馆看到了儒艮的标本。不过这些标本都是从哪里来的？有没有人真的亲眼见过儒艮呢？看来还是得要回到台博馆再走一趟。Hello， 林老师。嗨，你们找到儒艮了没有？有，在日本。日本人在很早以前就对儒艮很有兴趣了。那这边有一段日本时代的影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充满历史感的画面，隐约看到儒艮躺在地上，体型庞大，需要好几名壮汉才能移动。这只儒艮呢，它当年是在菲律宾南边的一个海峡上面抓到的。那抓到的时候，日本人因为对这种很有兴趣，他们就把它运回到台湾来，再由日本的一些学者到这边来，然后进行解剖。那解剖的目的是要了解说它的体型的构造是什么样子。1937年，有渔民意外捕捉到早已不幸身亡的母儒艮。为了进一步了解，这只母儒艮被送到当时的台湾总督府博物馆解剖。映入眼帘的画面令人心疼不舍。来不及出生的儒艮宝宝静静躺在儒艮妈妈的肚子里，学者专家小心翼翼将它抱出来。如此珍贵的记录画面，一直都珍藏在台湾博物馆里，首度在镜头前曝光。我们刚刚在影片当中看到的就是这一只儒艮标本，而要怎么样去分辨儒艮的雌雄呢？很特别的是，原来要看它的腋下。母的儒艮，它的腋下会有这样的女性象征，而这个标本它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。全台湾现在只剩下2只儒艮标本。林老师，不晓得另外这个儒艮标本它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刚才那一只儒艮呢是母的，它是来自菲律宾海域的，不是台湾的。那真正在台湾发现的是这一只，这只在民国75年的时候，在小琉球的海边搁浅，然后死亡，由当时的一位发现的渔民把它处理成一个标本，后来辗转到了我们博物馆来。正因为标本如此珍贵，库房都得经过特殊设计。最主要担心的是有虫害跟霉害这个东西。那温度如果太高，当然会有冷缩热胀，如果变化很大的话，冷缩热胀的问题也会造成标本的损坏。所以我们会把库房安排成一个恒温恒湿的状态。那基本上这个库房是以20度为标准，那上下大概不会超过2度。那湿度呢，大概50%左右，那上下也大概不会超过5%。紫外线会破坏标本颜色，为了尽量隔绝，每个标本都得住在低光帘里。不止在台湾，其他国家儒艮同样也是岌岌可危。在中国大陆，儒艮被列为国家1级保护动物；在泰国，儒艮只剩下不到200只了。而在日本冲绳，1997年统计时还有大约50几只儒艮，但是从2016年的8月份之后，却再也没有发现儒艮啃食海草的痕迹。近期统计结果恐怕只剩3只。从考古遗址推测，儒艮至少已经被猎捕了4000年以上，它们的肉被拿来吃，用来炼油，皮肤制成皮革，骨头更被用来雕刻成艺术品。不仅如此，人类新建码头，破坏它们的栖息地，工业污染造成生态浩劫，使得儒艮不得不远离家园。
它们最大威胁就是那个船，因为船的那个螺旋桨，它呢一打在它身上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。像这看到这身上这个痕迹啊，都是几乎是螺旋桨打的。那这算是小的，然后严重的话一打，整个是皮开肉绽的哦，那一只大概就活不了了。当地人花了20多年时间，终于在菲律宾的自然生态保育区里看到儒艮自在悠游。但仔细看，它们确实遍体鳞伤。儒艮每2年半到3年，甚至7年才能够生一胎。小儒艮2到3岁成年前都无法离开妈妈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有儒艮妈妈遭到捕杀，就会有一群小儒艮跟着面临死亡。除非像菲律宾的保护区一样，严格禁止骚扰、惊吓，甚至触摸儒艮，让他们慢慢找回生态平衡。不管是食物链来讲，或者任何东西来讲，他们都有它的地位，他们都是吃与被吃的关系。你在中间有一环不见了，那吃它的生物就少了一样选择性。儒艮早已在台湾消失。如果我们及时保育，有天他们会悄悄回来吗？谁也没有答案。但如果继续破坏海洋生态，就真的只剩标本，证明儒艮曾经存在，只剩下神秘的美人鱼传说，只剩下无限感慨。